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当你听到公司要裁员，你的名字就在名单上，当医生摇头叹气，告诉你治疗已经无能为力，当你费尽心力经营的感情，对方却轻轻说出我们分手吧，那种感觉像是一切都结束了，没有希望，没有未来，只剩下一片沉重的黑暗。对，这正是耶稣断气后站在十字架下的人的心情。这一切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马可福音15章39到47节描述了耶稣死后几个关键见证者的反应。第一个见证人，罗马百夫长，这个经历过无数次行刑的军官，看着耶稣的死，竟然说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这句话从一个外邦人口中说出，代表了一个震撼的转变。第二个见证人，远远观看的妇女们，包括玛利亚，耶稣的母亲，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撒罗米等，他们一直在场，见证了耶稣从生到死。第三个见证人，亚利马太的约瑟，他是个犹太公会的成员，原本默默相信耶稣，但这时候他站出来，勇敢向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，并亲自安葬他。这三组人都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但他们的反应却成了新希望的开始。任杰是一名篮球明星，他从小就梦想进入职业联盟，成为全国最耀眼的球员。他努力训练，不断突破，终于在大学联赛的总决赛中，他的球技达到了巅峰。比赛进入最后3分钟，双方比分僵持，任杰带球切入，准备投入制胜的一球，但就在那一刻，他的脚突然一扭，整个人倒下，痛苦地捂住膝盖，场馆瞬间陷入寂静，医疗团队冲上场，把他抬了出去。这不是普通的受伤，他撕裂了膝盖韧带，医生说他可能再也无法打球了，一切似乎结束了。手术后的任杰坐在轮椅上，看着电视里的比赛，心里充满了绝望。我这辈子就是为了篮球而活的，现在我还有什么？球队的教练来探望他一句，却只留下一句话：比赛结束了吗？你真的确定？这句话让他愣住。这还用说吗？我的腿完了，我的篮球生涯也完了。但教练没有回答，只是把一张纸放在桌上，转身离开。任杰拿起纸条，上面只写了一句话：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马可福音15章39节。几个月后，任杰的伤势稳定了，他开始复健，但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从前的巅峰。然而有一天，他被邀请去一个篮球训练营，指导年轻的球员。我教别人，我自己都没办法再打球了，怎么去教？但当他站上球场，
开始指导孩子们时，突然有一个想法闪过他的脑海，也许这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也许我的角色不再是球员，而是教练。也许这个终结正是一个更重要使命的起点。他回想起那张纸条上的话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耶稣的死亡看似一切的终点，但其实这正是救恩计划的开始。罗马百夫长见证耶稣的死，却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死亡反而让人看见神的荣耀。妇女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，却成为第一批见证耶稣复活的人。亚利马太的约瑟原本是默默的信徒，但当耶稣死去，他反而勇敢站出来为主做见证。我们都曾面对过终结的时刻，或许是梦想破灭，或许是人生的重大打击，但我们怎么知道这不是一个新的开始呢？耶稣的死成就了救恩，你的终结也许正是神要翻转你生命的起点。